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吴欣缇，我是 Rico， 我突然介绍。这是我们在宿务的第2集，我们除了游学之外，也是要好好的玩。今天我们来到了墨宝，墨宝英文怎么讲？非常难发音，它好像不是英文，它是墨宝，猫宝，超难念，我念不出来。然后我们今天是第一个潜水行程，会是沙丁鱼风暴，每次都只有在 YouTube 看到，觉得超震撼的。我在岸上等着，不行，我一晒1天我就会黑10年，不行，这很可惜耶。可以吗？哎，好像太阳变小了，要不要下去？对，就看沙丁鱼风暴。我们东西赶快整理整理，好，走吧，来去沙滩。我们等一下就要从这里出发，去看沙丁鱼风暴，还有海龟。准备下水啦！拜拜。浮潜看到的第一个画面是超可爱的尼莫，啦啦啦！也有水肺潜水的行程可以参加哦。沙丁鱼风暴来喽！天哪，也太多沙丁鱼围绕在我们旁边了吧，好近啊！还有看到一只超级大的海龟游在我们旁边，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海龟。近距离看海龟吃东西，教练会把我们压到海里跟海龟合照。但是我实在是太怕水了，所以我还是穿着救生衣下去，很快就会浮上去啦。像是这样子，哈哈，还要比一个耶，哈哈哈。Thank you, Coach。我觉得我以后也可以当那个助教。这些海底超震撼的画面都是请教练帮我们拍的。有请教练拍摄的话，记得准备小费哦。在菲律宾给小费是对良好服务表达感谢的常见礼貌。海底的世界真的太不可思议了。上岸啦！在墨宝的浮潜体验真的是太棒了，而且教练随时都在我们的旁边，非常的有安全感。我们浮潜完了，太好玩了！第一次，我的脸长好笑，都是面镜的痕迹，超好玩的哎！我们看到超级无敌大只的海龟，你比一下到底有多大？哎，好难想，我看到之后整个好震撼哦，至少有这样吧？它头有出来1秒哎！我刚才想到我要上去这样，我最喜欢海龟那一 part， 对啊，就很大很震撼。然后沙丁鱼有人在后面吵。然后沙丁鱼风暴也很震撼，因为超爆多沙丁鱼，你不是很大群？然后游一游的时候 ，Rico 说：“我一直看沙丁鱼风暴，我想吃沙丁鱼，我想吃生鱼片，好饿哦。”有一点进到那个尼莫里面的世界，海底总动员。对，我都一直幻想就是我是那些鱼，然后想说，好多人，而且很多彩色的小鱼，超可爱的。有那个多利、尼莫，所以多利跟尼莫真的是朋友。哎，你知道我有看到两只黄白相间的，反正他就过去找他另外一只朋友，然后长一模一样，在那边绕圈圈，感觉很像在玩还是什么的。可爱哦！真的很庆幸我们有选要来墨宝这边浮潜。如果没有浮潜，根本就没有那么震撼，有深刻回忆。其他是看那个巧克力山跟对薄荷岛的话是巧克力山啊，然后明天我们就要去看金沙了，怎么办？今天已经让我，其实今天我没有那么期待，我是期待明天，但是今天已经让我超出我的期待了，怎么这么好玩？而且教练原本说今天有可能可以看得到，对，他说4天前金沙有游到这边，但是停留5秒就游回去了，而且我刚刚就想说，现在有穿着救生衣可以练习一下自由式，然后在回程路上我就在那边练习自由式，然后想说练习换气，结果一换，然后就喝到这么大口的海水，直接吞进去。你有吞哦？吞进去啊，因为没办法啊，来不及啊，超咸的。还是补了一些汤哦，补了一些汤，有一点热量在里面啊。好啦，那我们等一下就要去换洗一下，就要去这附近找晚餐。要去觅食啦！我们来超市买白吐司，因为有人 diarrhea， 好可怜哦。然后我要买2瓶水回去。哇！呀！别过啊！我们来到墨宝，然后现在又吃完晚餐之后，非常的惨烈，
首先是我们的这个旅伴 Rico 突然急性肠胃炎，所以他完全不能吃晚餐。但是我们有帮他准备了这个白吐司，这是第一个今日可怜事件。第二个今日可怜事件是我们的房间完全没有水，而且好像是这一整区都完全没有水，刚好水管破裂吗？水管破裂，所以我现在不知道怎么洗头、洗卸妆什么的。然后电话，喂，你好，我们大难不死，同学们，可能可以换到有水的房间，我们一起来祈祷一下。好累哦。因为这边的房间好像没有什么好润透。对，这就是我们在墨宝的房间。大家早安，我们今天到了奥斯陆，今天就是我们最期待的金沙行程。但是看一下这个瑞高小姐，我昨天有吐有拉，然后到刚刚还在拉，然后我是只有拉，所以今天可以说是我们最不舒服的一天。我是直接昨天到今天都是很不舒服。哦，对，你是昨天晚上开始，昨天大吐，但是你在浮潜的时候嘞？浮潜的时候就是只是稍微好像有想要捂出来，但是就没有。然后是上岸之后开始不舒服。然后现在戴帽子。哦，太好了！看，我要一直待在水里。肠胃炎还是要看金沙的女子。把它盖，因为太阳好大。外面那边很多艘船，大家都在看金沙，好期待哦！最期待的行程。今天盖比再次的待在岸上，唯一身体最健康的人却没有看金沙，但铁胃真的很厉害。现在要上这个螃蟹船。Good morning。一下水还不知道金沙原来离我们这么近。其实每次金沙张大嘴巴靠近我们的时候，我都觉得好紧张。来给大家看看船夫帮我拍到的金沙超近画面。但是要注意，千万不要主动触碰金沙哦。为了保护海洋，也不要擦防晒油进到海里。亲眼看到金沙的感觉就是好震撼、好可怕又好可爱哦，复杂的心情。来看看这个画面，应该就是我离金沙最近的一次了，非常非常的兴奋。金沙一过来的时候，我们两个就我特别紧张，然后我就弟离我，我就想要那个游远一点，我不想碰到。好像超肥超肥大肥肉，好吃哦！我好想吃。我吃这个。刚拉完肚子。你的铁胃怎么训练的？就是每天睡10个小时以上。因为我们两个不能吃丰盛午餐，所以我们要去买金沙纪念品。Rico 超级无敌不舒服，还是要买金沙纪念品。我帮你称。然后还会不会再来？连撑开的力气都没有。好可怜。你有带钱吗？有。好。哇，天气好好。现在中午金沙全部都已经去休息了，他们只有上早班。好大的车！他怎么开那么快？这里的车有点开太快了啊，有点恐怖。还给我按节奏哦，这里非常的纪念品。哦，
金沙，金沙，这是我们刚看到的金沙海龟耶。用心挑选纪念品。买到了，金沙跟 Sea Turtle， 硬要来买。最后，我们到圣母无冤罪教堂逛逛，里面充满着庄严又艺术的宗教气息。旁边可以探索历史的遗迹，这里原本是一座坚固的军事堡垒，现在成了一个绝佳的拍照观光景点。虽然我也觉得太阳超级大，但是因为这是来墨宝奥斯陆的最后一个景点，所以就决定还是下来看看啦。天气超好，海超级蓝，超级美，非常透的水啊，我还是得撑个伞，真的很漂亮哎。在台湾应该不会想要这样子晒晒太阳，但是在这边可以。好，我来出片一下，自己出片，自己的片自己出。旅费也还蛮便宜的，这个价钱，结束我们墨宝奥斯陆2天1夜的旅程啦，太不可思议了！虽然我们上吐下泻，但是为了金沙、还有海龟、还有沙丁鱼风暴，都是值得的，太壮观了！此生一定要看一次才行。住的体验就是比较接近原始生活的感觉。好像墨宝奥斯陆他们比较算是还在开发中的城市，生活起来没有那么便利。例如水压比较小，洗澡的时候可能会有个水桶，然后我们要用捞水桶里面的水来洗澡。在看完金沙后，冲洗的地方也是非常的简陋。但金沙真的太不可思议了，怎么这么大？它游过来的时候，它是嘴巴张开游过来要吃渔夫喂的小鱼，然后我就觉得它嘴巴张开，好像随时把我吸进去一样，好酷哦，什么体验？然后它一来我就会很紧张，就会赶快把头抬出水面，然后这样就不怕，这样就不怕，然后它可能就从我脚下经过。不是啊，我应该要珍惜它经过我旁边的时候，我不然要探出水面啊。虽然住的可能会有点辛苦，但还是非常的推荐大家来体验墨宝奥斯陆与金沙共游沙丁鱼风暴。金沙共游真是此生一定要试一次的体验吧。那个金沙大概有5个我一样大，超级大，超级酷，好神奇的海底世界啊！在影片最后的地方，我要来介绍这次的摄影器材。Insta360 Go Ultra， 很可爱的白色机身，将磁吸挂绳放进衣服里面，后面有磁铁，就可以解放自己的双手，拍第一人称视角。还有另外购入一个防水壳，装上去之后就可以拍出这些影片。它不只是外观好看，拍出来的东西我也很喜欢。它还有不同的滤镜可以选择，还有这个脚架也超级方便，一切都是磁吸，它这样吸上去，随时可以拍，随时可以放在桌上。我的上一集游学的影片也几乎都是用这一台 Insta360 拍的，推荐给大家。推荐给大家。希望大家喜欢我的墨宝奥斯陆之旅，喜欢我的影片别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接下来毕业之后，我要留在这里去薄荷岛玩，然后还有其他丰富的行程准备要跟大家分享，一起期待一下吧。好近啊！Insta360 Go Ultra 是我旅行最轻便的好伙伴。